那少宗主天赋异禀呢，说不定从某个上古遗迹中得到的阵旗也不一定啊。更何况，这出世测试中并没有禁止使用阵法一说。再说了，那阵法也是检测武者实力的一部分呐。你说呢，灵武王？若按灵天所说，前尘他们已经破开了封锁阵法，那他们若是不敌，应该能够第一时间传送回来。可现在已经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，他们为何还没回来？哼，萧大人，你就不用再等了。这2个人现在还没出来，肯定是死在里面了。哎呀，这堂堂大玄国的公主和郡主，若是死在这出世之地，想想都叫人心疼啊！是啊，尉迟诚，我大玄国的公主和郡主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你大昭国也休想好过。小子，本少主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冥王现世！雷焰，疾风，赵灵山，你非要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有毒！你躲得了吗？可恶！这小子什么时候过来的？郡主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你不走，我又怎能先逃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还是捏碎玉牌先出去吧。你放心，如果我坚持不住，我会先走的。现在你不走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又是个倔脾气。我暂时封锁住了你肩膀上的毒气，保护好自己。曹恒年无极，交给我。可是，听我的。
牛姬，赵灵山你先拿下，这小子交给我。哈哈哈哈，也好。你的对手是我。臭小子，你怎么能操控本少主的珍宝？可恶！当初我足足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，才炼化这飞刀，做到操控自如。这小子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随意操控，威力竟还在我之上。龙吟，怎么会？龙怒！再破！你的修为明明不如我，且是我的对手。剑音，流星。小心！就剩下你一个了。可恶！你们2个都得死！好强的力量！这是血魔功。血魔教在西北5国罪恶滔天，死在他们手上的5国强者不计其数。5国下令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暗中修炼血魔功，违者杀无赦。哼，什么血魔功？这是我们鬼仙派的血人大法。此人实在诡异，实力深不可测，想杀他，看来还得想个法子。救主快退！雷印！你上当了。不好，是毒！糟了，
能通过毛孔不断钻入身体，灵力也无法抵抗。此毒乃是我父亲从妖祖山脉遗迹得来的上古毒粉，无相魂毒。一旦中招，就会让人浑身无力，任人宰割，就连玄级高手也无法抵挡。还好之前没有仓促出手，没想到念无极身上有这样的毒火。这秦晨实力果然不凡，连曹恒都败在他手里，难怪秦范和秦勇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念无极修为也不低，不如等他们拼到最后，我再坐收渔翁之利。小子，没想到你中了无相魂毒，竟还有如此抵抗之力。唉，只可惜，任你实力再强，今日也必死无疑。结束了，chết！念无极，你束手就擒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？做梦！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死吧！天魔解体大法！是这样的，前天我们几个正在历练，忽然听到附近传来打斗声，于是急忙赶过去。可是到了那里之后，战斗已经结束了，地上就有曹恒和念无极的尸体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确定那是三皇子跟念少宗主？没错，而且他们也都看见了。弟子也看见了，确实是曹恒和念无极啊。现场还有大昭国，还有鬼仙派的其他武者。
能呢？对了，秦风呢？他不就在那儿吗？他胳膊怎么受伤了？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秦风，秦风，你的手。我在出世之地遇上一头卑劣血兽，一不小心被他偷袭得逞。秦晨，你说是吗？哼，可能是上天觉得你心术不正，想让你以后夹起尾巴做人吧。这次大选能够如此顺利，还多亏了秦晨你啊！若不是你设计杀了曹恒和聂无极，恐怕我们大选会损失惨重吧。陈少，秦晨干的，真的是什么？秦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可是我亲眼所见，灵山郡主当时也在场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动手！混账小儿，拿命来！推开！肖战，你大玄弟子竟敢杀我大昭皇寺！今天老夫就是拼了性命，也要将这小贼击杀！住手！就凭你，也配阻我？滚开！秦晨小儿，拿命来！陈少，小心！找死！都退后！住手！韦天明，此子暗害我大昭三皇子曹恒，今日我必杀之。韦天明，你退后。此子不死，我鬼仙派在西北如何立足？五国大比已经结束，各方势力都不得在事后出手。
这是当年定下的规矩，谁敢违抗？你！谁说曹恒和念无极当时是死于我手啊？你们在试炼之地跟曹恒、念无极交过手，再加上秦风所说，不是你还会是谁？也只有你们两个白痴会信秦风的话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整个大玄国都知道，秦风跟我有仇，而且他刚才口口声声说亲眼看到我下毒，说明他当时就埋伏在现场。而且，论实力，秦风才更像是杀人凶手吧？五国之中，除了幽千雪，也只有秦风有斩杀曹恒和念无极的可能。秦晨，你休想狡辩。曹恒和念无极是中了你的毒之后，体内无法聚集真气，被你一剑斩杀。那还请这位朋友帮忙描述一下曹恒和念无极当时的死状了。你大可放心，如实说来。曹恒和念无极两人尸身凄惨，应该是经历了一番大战。至于中没中毒，弟子不知。那诸位都听到了，曹恒和念无极二人是经历了一场大战而死，但是以弟子微薄的修为，能从二人手中逃脱，已是十分困难。该死！为了增加说服力，我故意说两人是中毒而死，这下麻烦了。你下毒后自然极力拖延，等到毒发之际再出招，取他二人性命，这有何不对？秦风，看来你还没发觉啊！你口口声声说当时就在现场，却在我跟灵山郡主身处危难时做壁上观。待我跟灵山郡主侥幸逃脱之后，曹恒和念无极二人经历一场大战之后被斩杀，而你，秦风，手臂又恰巧受了伤。我不管诸位信不信，反正我是觉得，这有可能确实是个巧合。哎，依我看，秦晨说的也不无道理。那位朋友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快说，是不是跟三皇子的死有关？尉迟诚，你又要做什么？我不想做什么，只是想查明三皇子的死因。韦天明，若是你大幽弟子知情不报，老夫定不会轻饶。你只管开口。弟子在地上看到散落了一截衣物，这截衣物跟秦风之前穿的一模一样。秦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那秦风啊，肯定是隐藏在现场，观察双方对决。待秦晨和灵山郡主狼狈逃走之后，再暗下杀手。哼，当时两位天骄肯定是精疲力竭，面对秦风的偷袭，如何能够抵挡呢？好在两人修为不凡，临死前拼死斩伤了秦风。哼，这一场对决真是惨烈啊！你们别听这小子胡说！
事情根本不是这样。你说我杀了曹恒和聂无极，那你当时又是怎么逃过追杀的？幸亏当时我手上有一张破空真符，我跟灵山郡主才得以逃脱。施展破空真符之后，空间震荡迟迟没有消退。诸位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到现场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施展过破空真符的痕迹。诸位，究竟是……秦风，你居然杀了三皇子殿下！少宗主，真的是死在你的手里！秦晨，你好歹毒！明明是你杀的人，却再当嫁祸于我。秦风，其实歹毒的人一直都是你吧？今日虽然你对我不仁，但我却不能对你不义。生死考核，生死有命。你们昭国和鬼仙派仗势欺人，破坏规矩，我秦晨怎能坐视不管？你们二人要想杀秦风，就先从我秦晨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大玄国没有孬种。都这种时候了，秦晨还在为秦风说话，这种气度令人佩服。明明是被诬陷，还以大局为重，以德报怨，真是有情有义，佩服。看看秦晨，再看看秦风，天差地别啊！你们这些卑鄙的玄人，就是把你们都杀光，也不够给三殿下偿命的。少宗主不会白死的。韦天明，你为何还是阻我？五国大比的规矩是五国一起定下的，你二人若是执迷不悟，休怪我不给情面！你好，今日之事，我大昭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秦风，你的项上人头，我鬼仙派要定了。你等着！哼！看来吴国又要开始动乱了。诸位，生死历练就此结束，半年后则是擂台对决。老朽在古南都恭候诸位大驾光临。